过我们来看看对岸昨天的93大阅兵，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在看。我们来听听看他看完之后说什么。When they did what they did, I thought it was a beautiful ceremony.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mpressive. I watched the speech last night. President Xi's a friend of mine, but I though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been mentioned last night during that speech because we helped China very, very much. 他很在意习近平没有感谢美国，他说我们美国啊。在二战的时候有帮你中国啊，你怎么都没有感谢我嘞？这样不太好哦。那我们看到外交部这个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某法到现在没有回应这个要不要再感谢习近平，或是补感谢，要不要感谢川普，或是补感谢呢？不知道。那中共93阅兵这件事，当然有很多人都在紧盯，都在看。美国的学者就说，这代表他们打算推新的全球秩序，强化对台的主张。而另外呢，有一些各国的领导人的互动的画面也是镜头下大家急于想要捕捉的，包括这两个人，莫迪跟普京，你看他们并坐在一起同一辆车，然后呢手牵着手在这。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另外也一起拥抱还有中俄朝的领袖3个人在天安门同台，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同框这件事情也很有意义。而另外解放军的这个士气很高昂，还有各式各样的新式的武器也是大家都在解析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新闻跟焦点。东风5C 为什么它是最后压轴登场的？我们看到呢，它的打击面是覆盖全球，所以网民啊、军事专家都在讲说东风5C 的打击范围覆盖着全球，全世界被外界普遍认为射程超过1万公里，他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那专家也说，东风61改变了命名规则的演进规则大变，过去可能会有一个序号东风多少多少，可是现在呢，原有的型号命名已经有了改变。版面结构上射程公里也有调整，而另外呢，大家知道对岸的无人机很厉害，所以中国的制空无人机亮相之后呢，我们看到专家讲说，美国的包括空军的协同作战飞机，所谓的 CCA 也遇到了对手。那外界也聚焦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你看到 CNN 怎么说 ？CNN 说许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在阅兵式中亮相，展现中国对建立现代军事力量的重视。The Guardian 这是英国的卫报，它是说阅兵式展示的军事装备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那另外你看到新浪网是有捕捉到这一面就是一些观光客，他们是来自于韩国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高铁站也有人在看，因为有直播嘛那我们也看到刚好是中国的游客正在韩国旅行的，也在看直播。那另外中俄朝3巨头同框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们要结盟了吗？习近平身为主人，他在中间嘛，这旁边是他的太太彭丽媛。那另外就是金正恩他的左右边分别是金正恩跟普京。所以呢，在这个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安排，反映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这边的报道。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普京说访华成果积极就西伯利亚2号等2号油管来这个相关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我们看到，包括在经济、包括在军事上面，这几个大国是不是真的完全合作无间呢？俄罗斯的国营企业怎么说？他说我们会帮助中国来超越美国，在哪个方面？哪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核能的方面，核能生产国我们会帮他。那另外，金正恩跟普京也大力的拥抱，这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他们说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跟俄军，这是兄弟的义务，讲的有可能是乌克兰的战场。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强烈的讯号发出来，向西方阵营传达团结抗压的明确讯号。昨天亮哥有从这些画面看到什么样的端倪吗？和意义？我觉得那个政治的部分还是中俄朝可能会建立区域性的安全协调机制啦。那直接的压力是日本跟韩国那其他大概大家注重的就是装备展演嘛，因为那个装备
大概有3/4是针对美国啦，1/4是针对台湾啦。那传闻中的大部分的武器都出现了那东风5C 为什么会引起注意啊？因为它是液体燃料，它比较稳定那液体燃料那个冲量比较大，所以它的爆炸部位就可以比较重。因为它之前是东风41嘛，那是固体燃料，所以它的爆炸部位大概只有1.6吨。那东风5C 爆炸部位可以到7吨所以它可以放10个核弹头。我觉得是这一点特别引起注意啦，就威力很大。那对，然后它的射距也增加，然后它的精准度啦，因为有的精准度像洲际导弹大概都是5公里嘛，那它是1公里以内所以它就特别受注意，而且它是从发射井所以基本上是不只是就是第2阶段的核报复，它一定是主角啦。其实昨天更引起注意是东风61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技术参数，所以我也不要在这边瞎吹可是我觉得有几个部分是值得注意啦。中国大陆大概建立了完整的超高音速导弹的系统，它昨天这个鹰击15、17、19、21全部都出现，那这个是箭射的。那我们知道之前有那个东风17嘛，那是陆射然后它还出现了一个东西是惊雷1那是空射的，那个也是超高音速导弹，所以它等于是建立了完整的一个系统就是箭射、陆射、空射全部都有而且那个惊雷恐怕也可以装核弹头啦，所以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那然后巨浪3也出现了，巨浪3是中国大陆的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可以射12000公里，所以这个等于让美国更难捉摸核弹的来源我觉得对台湾部分，台湾也要注意了，因为它那个 PML 的火箭炮也有展览然后还有就是滚装货轮登陆之后，它肚子里面填装的可能都是装甲车、坦克，而且它展示了一大堆反制无人机的，比如说激光系统那它的坦克事实上已经比我们那个 MI2T 加装了反制无人机的设备，这个我们 MI2T 还没有所以这次俄乌战争 MI2 的坦克，乌克兰被摧毁了16辆所以未来你要防御无人机，你没有反制的装置怎么弄？那还有它的无人的载具也大量出现，比如说那个海下的潜航器那是无人的潜航器那长达18米，那这个很明显是针对美国未来的战略核潜艇那还有航母舰队，它可以在深海来做定位的追踪而且可能会有狼群的战术的效果这个大概都是以前没见过的那我觉得美国通常是这样你不要去听政客还有媒体那边瞎说啦，看军方的态度最准我估计美国的军方应该会在3个月左右吸收这些讯息，然后会对西太平洋战术跟战略做出调整那一定会影响到台湾一定会。你所谓的调整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向？就是放弃台湾，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进来他根本进不来了你那个超高音速导弹对整个航母舰队的威胁跟代价太大了，那战略核潜艇要进来也饱受它的水下潜航器的包围美国要去想这个怎么弄那他如果想不出来，那就只好暂时撤出他事实上在冲绳也做了类似的布局那台湾要去想的是，你那个汉光演习都是演假的，因为人家的打法不是这样你登陆上来的不是解放军是装甲车辆、坦克还有无人装置我们上次汉光演习是这样演的吗？恐怕不是吧。所以你连我们未来的军演的模式都要调整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我认为2025 93阅兵对未来西太平洋的战略那影响是根本性的
好，来请教严老师。我想就是当然，大部分的军事专家会去看这些武器那我做非洲研究，我就看几个东西一个，你知道这整个它的一些方队就是说最后上来的是什么？是维和部队。然后他就讲说，中国大陆是所有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最积极参与维持和平。93就是纪念这个20次大战结束，然后要谈和平嘛，他最后就放了一个维和部队那我就觉得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是说，美国人最爱讲的一句话每次你看那个美国共和党想要增加国防军费，都讲一句很漂亮的英文 ：peace through strength。要实力要增加才会有和平。好，那大陆现在赖清德也这样。对，那大陆现在也是一样嘛。他说我是和平你看我最后还彰显和平，放和平歌，大家还在问说那些和平歌从哪来？说后来说自己会回家的啦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他有那个 symbolism， 有那个象征的意义在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那我另外看了一个就是。好，这些如果说你说是陆军的、海军的、空军的、火箭兵的，我觉得这些这样子守这个踢正步都很有模有样，但应该的嘛。就一看，你包括他们的什么网络空间的这种部队，你就觉得说他们应该就是打这个，怎么也训练成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个最好玩就是那个民兵的那个女的女生在这边走的。我就想到，我们也有一个民兵训练，叫做黑熊。黑熊学院曾经在我们的华山排一个字形，对不对？叫 Defend Taiwan。就你从空中看，当然大家都在笑，说他用空中用大陆的无人机拍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笑还是你连排那个队还不如北一女学生排的。所以我说，你看民兵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对岸是这个威权体制，所以训练成这个样子。但是展现出来的，我自己看了，我觉得连美国大概，川普觉得我们的阅兵怎么那么差？对这个也是一个。那这2个 event， 这2个事件就是从上合组织，然后到这个93阅兵，我觉得美国有一个记者就讲，他说这个可能是形塑未来整个世界秩序一个最大的改变。美国人他说。可能太笨了，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他说这个其实包括你把普丁跟这个莫迪跟这个习近平送作堆，他说会改变全球国际秩序的。你居然美国这边装傻，他说这个是很不应该的。是，洪庭，确实，美国学界有非常多人在提到，就是说川普搞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战贸易依存武器化之后，民主同盟也被自己盟友也被武器化，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move，特别是印度我觉得印度是最明显的。那整个这样看起来，其实川普个人是还蛮喜欢阅兵的，所以你看他自己上任的时候，他也办了一个。那我认为就是说这一次习作这件事情，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今年其实是要决定21大的领导班子。所以我认为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跟他邀请了非常多的各国的使节，包括很多国家的这个前元首这些部分，我认为他可能会顺势在接下来的1-2个月就宣布他可能要继续延任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计划好的动作，而这个计划好的动作在阅兵上可能未必是，但是在政治上其实是大家可料到的。因为过去川普的第1任就在走所谓的单边主义，所以中国大陆在川普的第1任，在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就拿到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席的位置，所以他交了非常多的朋友。这一次某种程度上，这个阅兵跟邀请各国使节来，就是一个展现，就告诉你，就是说我以我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你讲说像以前的南方运动也好，不合作运动也好，或者是多极对抗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也好。就说我对你美国我是不会让的，那我展现出我一个基本能量。那从军事的角度上看，我就像刚才亮哥所提到，其实过去美国就有很多的军官，包括有一个叫 Hardick， 他写了一本书叫 Fire on Water， 他就在讲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弹道飞弹跟它的这个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会借由它的极音速飞弹而构成这样子的一个屏障。所以我觉得这展现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内政上来讲，我认为习要连任。
从外交上来讲，它要展现出我现在准备跟你美国平起平坐。从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跟东亚的格局，它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到反介入区域拒止，不只是军事的，我借由北韩跟俄罗斯，我可以控制住韩国跟日本。所以这个区域拒止是从军事上到外交上都同步去做到。那这3个动作，我觉得是他想展现的。我们刚刚提到川普把关税武器化，可是现在是不是最后一场空？因为我们看到呢，现在还在打官司嘛。可是如果说最高法院川普还是败诉的话，美国可能要撤销跟这些国家的关税本来像是欧盟啊、日本这些不是都贸易协议啊、关税都已经抵定了吗？可能通通都要撤销，所以川普就警告说这会有巨大的损失那他不断的在放话说最高法院他可能会赢，只是说万一他在官司上面输了的话，到底这个世界会回到原点吗？会回到原来的一个位置吗？不知道。那像现在的关税收入，在美国来看，他们的的确确看起来是有斩获的。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讲说我们的这个收入已经突破了5兆9千亿这个是台币那他们现在在美国看起来很开心呐。贝森特还放话说我要冲，我再冲到162兆那这样子的一个胜利是真的胜利吗？苏利文他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在拜登时期，他就说你川普大错特错，你把盟友推向中国，我们刚刚讲的那样的场景。网络上也热议说印度这个国家现在转向，通通都是你川普害的，因为就是你寄出了这个武器，关税50%，它根本就是导火线。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也不是吃素的，你要科我税，我就一样一样来跟你算账。包括现在对康宁等美国企业的企业做这个光纤上面的一个反倾销税，征将近80%的反倾销税它一样一样来这个爬书。我们看到美国的大使他就说川普保留对中关税筹码，所以呢现在俄乌战局成变数，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华府跟中国因为这个所谓的谈判都还在进行所以呢没有对中国因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祭出2级制裁这件事情他对中国其实没有下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是一名波兰的记者他就直接挑明的问川普说你对川普无作为啊，普京对，你对普京没作为啊俄罗斯总统。那这个川普怎么可能被这样当面羞辱？他立刻反呛这个记者说：“你赶快回家，你应该去找一份新工作，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没有行动？你会说对中国以外的最大购买国购买量几乎相当的印度实施2级制裁，叫做没有行动？你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他直接骂记者。那我们看到呢，川普说为了俄乌战争，他很快就会再跟普京通电话所谓的普会的通话可能很快开始，因为他也承认了本来以为终结俄乌战争很快的，没有那么难，就现在真的是困难重重。而另外呢，普京不是在中国大陆吗？上合会完了，直接飞北京参加93阅兵嘛。他在回国前也开了记者会，他有说我愿意在莫斯科会晤泽伦斯基，可是他后面又加了一句其实蛮轻蔑的话，他说可是有意义吗？我跟泽伦斯基的会谈我从来都没有排除啊，可是有意义吗？我们拭目以待。你看到他的背景就是天安门的牌楼。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派兵加州，这是内政的问题，美国内政他不断的在 DC 啦在华府让国民兵去所谓弭平一些所谓治安问题。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判决出来了，说他派兵加州是违法的。白宫这边很生气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法官想要夺取我3军统帅的权利那另外还有一个城市也被川普给瞄准，就是芝加哥。他说你看芝加哥治安超级烂好像地狱一样，所以我要派国民兵来进驻。伊利诺州的州长就说你这个要迅速解决美国第3大城市芝加哥的犯罪问题，那你派这部队进来说这是最危险的城市，显然他们可能也不是这么的
这个同意哦。那等芝加哥提请求哦，这个我们看到川普说，联邦政府可能会先监管纽奥尔良的治安，所以他其实对内哦，其实对很多州哦，他也是某种程度也下了一些铁腕。而另外，川普还有一桩官司输了，记得吗？他对这些美国名牌大学开战，尤其是哈佛大学，他冻结他的资助，结果被裁定非法哦。官司一件一件输，可是川普本人不认输，来，亮哥，哈佛那个只是联邦地区法院而已这个关税的问题，目前这个联邦上诉法院说他败诉嘛，对，那要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法官有6个，6比3那即便有人反了那川普还可以用别的法条比如说301条款，不过程序不太一样会有点复杂就是你们不是透过贸易法，那被推翻，那你就要找其他的法律了，那最可能就是301条款可是那个贸易总署 USTR 先要提具调查报告，那当然这个理论上都做得到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可以硬干的，就这意思真正能够挡住他的是国会2/3的席次，可是现在做不到那贝森特这个根本就是自己在讲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了你怎么不去讲美国的国债增加多少？他现在这样好了，即使你到年底好不好，让你关税收入增加3000亿美金你国债已经增加到37兆了，这有什么用？对不对？而且美国经济已经有很多指标都出现疲累的状况，你怎么不去提这个所以这个人我根本就懒得理他了每次都在讲我收到多少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在变差而且你的国债在增加速度超过关税的收入他就拍川普马屁对嘛那至于俄乌战争，我讲白了啦，如果乌克兰对于非欧洲国家进来当安全保证，他不愿意同意，那根本就你跟普京就没得谈了嘛。因为白俄罗斯都建议了，是不是拿到联合国安理会，让中国的力量可以参加？泽连斯基不要那你这样怎么谈？你如果连安全保证都谈不出来一个方案，那领土交易根本没得谈就浪费时间嘛。目前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影响泽连斯基，我讲白了就是川普了，就是川普要不要拿出一个态度了，说你如果连安全保证都搞不动，那我也没办法帮你跟普京见面没有意义嘛，那结果现状就是普京还在打有人说平均一天死18个了，你的老百姓还在继续死亡当中那至于这个派部队到各城市其实其他的都有州长并不是像华盛顿 DC 他没有州嘛，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派，限期30天。像他如果要派国民兵到各个城市，那一定要有相当大的犯罪治安上的状况，不然州长可以反对那他想派的地方，刚好州长通通都是民主党，都兰州，对，所以有的斗了。可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治安议题他会得分。因为美国的治安真的不好那民主党常年都拿不出解决办法嘛。比如说洛杉矶很多人就觉得治安不好嘛。还有以前 Sanford 也是。然后这个 Newsom 就是没有能力处理嘛，然后他就丢这种议题。有点在羞辱你了，对，就是我铁腕，我来做，你不会做。比如说华盛顿 DC 其实治安也没那么坏，可是问题是它有枪击事件，那人家会怕嘛，就是有这个效果，所以川普民调是得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川普对内对外的关系？我想第一个，这个贝森特讲关税哇，收了很多，关税都是美国人在付对所以你这个收的是等于是财产
转移嘛，只是这个还是在并不是别的国家付给你的，他好像讲的感觉上面就跟川普的那个逻辑是一样。哇，我们收了好多，好像是别的国家进贡来的，不是啊，是你抽你们自己公司的这个进口的关税啊。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不想美国人还要被这样子要靠被糊弄要多久啊？那当然就是说美国，我最喜欢考学生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到底这个行政、立法、司法互相怎么制衡，对不对？川普认为他是任命法官的，可是法官都是终身职哦，终身职哦，他到时候不一定会听你的。当然，就是当你选的时候，你一定选我这个法官，看他的过去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跟我意识形态比较一致，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很多时候会有意外啊。我们看过好多个法官。到最后啊，像这个以前艾森豪总统讲一句名言，他说：“你是做过什么事情？你觉得最后悔，就是任命那个大法官。”他觉得那个是他所有8年当总统里头做错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哦。所以，川普是不是一定会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跟着他走？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过去这一两年看起来，判的这些给行政权的扩权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互相牵制。但是美国很简单嘛，当你总统的行政命令或者是国会的立法，被法院判说与宪法抵触的时候，你就再来一次国会就重新修一个法，然后呢，这个总统就重新搞一个行政命令，再包装一次，然后所以美国律师很忙啊，每天都在搞这些东西赚钱，赚很多钱，赚很多的钱，因为大家都天天都在上诉嘛。那可是我觉得说，至少美国还有一个制衡的机制。我就想到我们的台湾，我们的法院，我们的司法单位能够制衡吗？好像不太可能啊。所以这个是那川普当然他会去对这些这个城市的犯罪率，对不起，芝加哥确实是犯罪率最高的芝加哥、纽约过去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怕，一个停电就马上犯罪率不晓得要增加多少。可纽约后来在90年代以后后来变好了，所以现在纽约是比芝加哥好很多。所以你看，川普也没提到特别去提纽约，然后现在的市长又是川普的朋友，虽然是民主党他都不能选下一任的代表民主党选，但川普说，那我来挺你就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可是他挑的，你看洛杉矶跟芝加哥都是民主党的然后纽奥良他说，纽奥良的那个路易斯安那的州长，那是共和党，所以他说他邀请你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共和党的州长有邀请我，你们民主党那2个州长在干嘛？伊利诺州的州长洛杉矶的加州的州长，你们为什么不邀请我来帮你们处理一下？对，我最棒，我可以处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洪婷。其实我反向的来看，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就假设他的关税是一场空的话，那假设他停下来了，他现在赢了什么？他赢了各国跟他的妥协，开放市场好多的市场投资，然后日韩包括我们这些投资，还有什么？他赢了加密货币的战场，加密货币跟进入了所谓的这个美债的这个信用担保这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一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他赢了大而美法案，他帮他所有的企业家朋友省的这些税收，所以你可以看到，刚贝森特讲说我们已经收到多少税了，然后那是美金，换算成台币看起来兆很多，可是大而美法案帮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大资产家省了几兆，省了5兆美元所以整个算下来，其实你可以发现很意外的事情是，整个关税收的是4.5兆。大而美帮这些有钱人省掉了5兆美元的税收，这刚好是对等的。那现在如果川普停下来，我认为他如果停下来，那几乎可以证明一件事情，这整件事情是他计划好的。也就是说，他其实要的就是帮忙他的朋友省税，炒作加密货币，拿到各国的这些妥协。而不是去做所谓的这个关税。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都在问贝森特嘛，如果关税继续进行下去，会不会回到1930年代斯姆特霍利法案通过之后所造成的大萧条？
然后呢，我们的消费者会被倒大霉，因为所有的价格都会转嫁，所以事情看起来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对整个市场都是很严重的。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以主席的身份宴请党籍立委，谈什么呢？说是谈总预算的攻防，而柯建铭是众所瞩目的一个主角之一哦，他留在官邸比较久，那他到底说什么呢？蔡易余哦，他出来之后，他有特别透露说，柯建铭讲话时间比较少。主要是地方立委啊，对于政策啦、各种的地方上的声音啊，反映给赖总统听。那柯建铭哦，现在到底是他的去向动态啊，动向如何？不知道哦，因为赖总统已经讲了，人事改组完成了哦，目标是什么？要打赢2026的地方大选。说来说去，都还是为了选举。所以呢，所有的调整，包括府院党哦，要凝聚更大的力量哦。说起来好像也不是为了民生社稷，而是为了民进党的下一次的选举。卓荣泰有出来讲，团结哦，讲的对象是谁？霸团呢？他怕霸团离大家远去，所以他说哦，不是失败啦，我们没有错啦，过程也没有错，这股动能史上最高哦，他在安抚这些支持者，怕他们脆心，怕他们离开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梗图哦，有一些漫画就出现了，说大罢免失败要调整施政方向。本来我们看到哦，这个府院讲得很高兴，说经济民生、青年弱势，总统也这样讲，未来要优先，可是。哦，实际的检讨是什么？是这样呢？是成立选举委员会备战2026，选举摆第一，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好，我们看到表面上跟里面呐、面子跟里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卓荣泰有接受媒体人访问，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有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我们确实在媒宣费用上面被删了很多，尤其行政院整个是删掉的。我们只能靠一般性的这种平面的媒体，或是文字的方式，或是很短的影音的方式来做，因为这个样子让我们所做的东西大大的被打折。好，所以讲来讲去都是你们在野党的错，你们在野党没逮没几，给人家删去这个所谓的媒体预算，害人家做了好多事都没有办法宣传哦。这个是卓荣泰的说法，你看到网友怎么讲？网友说：“对啦，对啦，都是在野党的错啦！有钱大罢免，没钱做文宣，连3明治都说不出来的政绩，真的呢？哦，你的政绩在哪里？就是你没有媒体宣传费，你就讲不出来了，人民就不会有感觉了。所以人民的神经都麻痹了吗？好，我们看到照顾军人这一项好了，其他先不要讲。”赖总统列出5大照顾国军施政，他承诺说会持续加薪呐，用减法思维跟上时代哦。里头讲了很多，可是网友也不买单哦。他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发文就挺国军哦，你要给人家实质的东西嘛。立法院3读通过的怎么样？3万块到底给不给？好，我们看到卓荣泰又来了，他说2018年以来到现在2025国军。总预算案未含军人待遇调整惹议嘛？他说已经调4次了。他说，所以啊，过去调，为什么现在调就叫违宪？那很奇怪呀。前 AIT 的武官呢，其实最近受访他讲到一个概念，他说，不妨啊，我们台湾的基层的军官啊，大家看清楚哦。不妨你们要强化自主判断，意思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些官兵们没有自主判断吗？他提议大家打了就跑。未来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参考美军打了就跑的概念让基层具备自主判断与执行能力，不断的射击移动才能保命这个描述的未来景象可怕是巷战移动。狙击、射击、移动才能保命，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这一天呐！美国智库说，中国极不可能攻台，美国应该减少台海冲突防务的投资。我就想说，哇，这是哪个智库？怎么讲的大白话、大实话？这是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说，你华府啊，
你 DC 呀、你不应该把台海冲突威胁说的太严重，也应该减少中国武统台湾这种假设所做的防务投资，才会更符合美国利益。而另外呢，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吗？我们的关税现在进行到哪里了？是不是20%已经是 final 了？还要加 N 哦？那我们看到呢，卓荣泰有讲啦。美方绑条件谈判，什么条件？关键在台积电哦，这是卓荣泰说的。他说，相较新加坡，我们因为有晶圆厂，晶圆厂要盖、要新建要很久，所以呢，短期之内不可能就是平地这个高楼万丈起，不可能嘛他说，所以呢，美方要把232条款跟对等关税绑定所以这是迟迟没有揭牌的一个原因。可是暂时性关税它没有等你呢，8月上路了呢，我们台湾销到美国的农产品已经受到影响了，包括一些鱼因为我们有一些养殖业现在送去美国的这个收购价已经跌30%了这个有点可怕。来请教亮哥，从这个内阁改组啦，包括国安会，然后再包括卓荣泰刚刚讲那些话，所以就是注定这个政府的民调会继续往下跌了。卓荣泰这边乱扯说因为我们有晶圆厂要盖，韩国没有吗？韩国三星也在德州盖厂啊，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谈出结果？就自己如果不懂就不要乱讲嘛，我们立刻就比韩国啊，对不对？而且你那个叠加关税，从蔡英文到现在9年，你都没有处理啊。为什么韩国跟美国的叠加关税大部分都是0啊？不回答啊。你这种政府会民调有机会才有鬼嘞。然后他还讲了什么话？说大罢免我们没有输卓荣泰还在扯这个啊，对不对？那林右昌为什么要下台？你这个整个政府府院党，你逻辑要一致那林右昌为什么要下台啊？为什么需要徐国勇来当秘书长啊？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没输那赖清德那个人事改组，我讲白了除了李阳让人家有点期待感之外，请问还有哪一个你会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整个民众的感觉脱节了。那如果是这种问题那基本没救了。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自愿役加薪3万，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是问题？你现在的自愿役还不足额请问你有提出方法吗？然后你用每年那个通膨的加薪，我们那个自愿役编制是18万6千，到现在只有16万出头啊。美国希望你能够超过20万你有在解决问题吗？而且讲白了，你每个月加薪水3万，全部加起来就300亿了。然后你这个下个会期，你的国防预算是9000亿你加到9000亿，然后自愿役加薪，整个才300亿你连这个都不愿意，才1/30啊。那天国民党的立委跟 AIT 有沟通嘛 ，AIT 也认为这个他们可以接受啊，这也是国防预算啊，人事费本来就是国防预算啊，而且美国也认为我们的这个自愿役的人数就一直征兵不足额嘛，你也没看到顾立雄拿出方法，然后卓荣泰还要在那边瞎掰，说我们每年都有加3%啦、4%啦。你就是不足额嘛，你怎么不提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政府基本上是没救了啦。他们那边扯半天也不知道你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下个会期国防预算这么高，那还有关税战造成的损害，你的整个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在下降请问你怎么去顾福利啊？你告诉我。今天连那个农权会那个林慧如林国华的女儿都出来抱怨这个是指农民的部分劳工的部分
你可以去问林淑芬嘛。民进党最了解劳工就林淑芬啊、刘建国啊，他们为什么最近都不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蛮可怕的。唯一只有做一件事，今天刚宣布，新青安的房贷不受那个贷款30%的限制。我跟你讲，后面你如果新青安这个贷款再造成金融的风暴，我看你怎么办。对，现在新青安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未爆弹出来了，很多人现在买了没钱缴贷款，很多。来请教洪庭。亮哥刚提到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现在新青安又要解开来？因为发现房市交易整个急速冷冻，对，税收就减少了。对，这就是刚才亮哥所提到的，就是说你支出增加了，但你税收减少了，那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呢，整个政府开开心心的在那边讲说，我给国军这个坐飞机升等，结果要帮他加薪不愿意，他不加薪怎么坐飞机，对不对？所以这个政府就有点何不食肉糜啊。我刚唯一一点点比较不同意亮哥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政府逻辑是一致的。你看哦，二战结束了，但我们没有赢，日本没有输，所以叫做中战。对了。大罢免结束了，我们没有输，所以叫大罢免终止。对，所以这个逻辑很类似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就像亮哥所提到的，现在民众一再看到，就是说这个政府，他发现这个政府的领导者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假设我们真的认为说大罢免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民意的 double check， 那你愿赌你也要服输啊。怎么会说结果出来了以后，然后你不认，然后一天到晚在怪东怪西，然后就说，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我们媒体宣传费用被删了很多。我看这个才是蓝营真的删的对的地方，就表示洗脑变少了啦，大家真的看得到真相了嘛。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里面，民进党现在这些所有还在线上的这些主歧视者，都让大家觉得说奇怪，你想的真的跟你做的都跟我们民众想的完全不一样。唯一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赖清德软化下来，在柯建铭这件事情上。所以你看他讲出什么？他说人事改组完成了。人事改组不一定指的全部都是行政单位也有可能指的是这个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好，老柯我不跟你打了，到此为止。对，我们两个先活下来。那老柯也看得懂风向啊，所以你看昨天在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多讲句话。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白话，反而是 AIT 武官建议的东西。AIT 武官建议的就是说，台军要自主判断，打了就跑。他为什么要建议这个？因为重点是后面的大白话叫做，因为你的指挥链有可能会断掉，所以你不能只听高层的下令，你要自主去做这个部分。这其实是美国过去一致对台湾军方的这样的一个说你要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指挥链断裂了，你们还是可以在各地的这些部分自主应敌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这表示在他的 scenario planning 里面，在他的情境分析里面，他认为什么？台海一旦开战，指挥链一定会断线。指挥链如果一断线了，你们一定要有方法来做其他的防卫，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模式，大家全部都听高层的，那指挥链一断，所有东西都停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台湾是有非常认真的思考模式，跟所谓的这个 scenario planning， 就是情境分析这些地方。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调整？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调，那他的待遇、他的能力、他的接战的这些模式、他的交战守则，这些你都应该相对应调整。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执政党永远都是什么买，一直买，到时候买了没人用怎么办？我们的机队已经几乎是全亚洲最大了，但我们的飞行员其实压力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大。而这些部分如果能够透过，其实讲白了，加薪、提升待遇，那只是基本给他一个该有的抒压的一个方式，那个在所有抒压的方式里面，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而这些东西我们都先不做，那未来要是开战的时候，那真的就不是自主防御了，那真的就是武官所讲的，那就是打了就跑了。来，最后请教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如果赖清德觉得现在的人事改组就算是改组了，那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有一个
一心耳目一新的这种情况，他认为就用这样的这个新的这个人事安排，包括党，包括这个国安单位，包括这个内阁，甚至是立法院的党团，你这样子去选2026，我想这个徐议员要笑了，躺着笑了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大概真的是很难挽回劣势，然后真的是可能跟一般老百姓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啊，不接地气。那另外我觉得这个军人的这个，他说这个卓荣泰讲说，哎，过去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调了4次了，然后每次大概3%。对不起如果说过去7年多，对不对？2018到现在，我觉得我们那个午餐的那个都不止这样子调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如果不调，就是已经是比这个通货膨胀要低了。那加3万块钱，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还有就是我们讲说要尊敬这个军人的话，要给他们优先礼遇的话，你现在先去户政事务所、银行，所有这些单位，军人有单独的窗口，对甚至是在我看大陆连退役军人都有快速通道，快速通道然后你就看到，我陪朋友去银行，就看到他们不断被插队都是被军人插队军人都排在前面，这样子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嘛那最后我要讲看这个史丁森中心这位是纪念当年20世纪初期做过国务卿，也做过这个战争部长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但他是一向主张和平的。他在这个1930年代对日本侵略这个中国在东北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史丁森主义，就是反正对日本是认为说，虽然美国不在国际联盟里头，但是美国会支持任何国际联盟对日本的谴责。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按照他们的这个以纪念史丁森然后设立的智库，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我另外怀疑就是他讲这些是不是美国的军火商没有捐钱给他？所以他不主张也不鼓励。对，因为你们美国军火商都不捐钱给我，那我当然就不鼓励嘛。你捐钱来了，我可能就会做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哪一样了，但是他这样子提出来，我觉得至少让台湾也去想一想，就是美国也有不同的声音，觉得说你们天天跟着美国玩，这样子把这个国防预算提得那么高，对岸是不是真的会进行武统？我们每次都讲2027年，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我自己的感受是，当726、823投完票以后大陆说原来我们寄望台湾人民还真的有一些反应所以大概2026，我觉得地方选举不会改变，那是不是要等到2028？他会如果说民进党还是赢了，还是赖清德，他会觉得哇，和平统一无望，那可能真的会动武。所以那个2027年现在已经是一个假议题了。是有很多种说法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